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尽情的互动，我们今天晚上呢会互动前10的呢会送出爱奇艺的月卡，然后也可以尽情的向2位老师提问，关于剧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向2位老师提出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先欢迎一下王一博老师和王洋老师一起空降直播间。OK 哇，现在很多人了。2位老师要不要先跟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一博，大家好，我是王洋，在《追风者》中扮演沈图南。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在《追风者》剧中扮演魏若来。好，欢迎师徒俩，最帅的邻国师徒俩。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观看我们今天的剧情15和16集。上一集应该是演到魏若来被严刑拷打哈，然后沈图南应该非常的心急，大家都想营救魏若来。今天是什么剧情呢？2位老师要不要先剧透一下？可以剧透的，可以吧？大概是什么？那师傅看徒弟为了自己，对啊，受刑之后也没有引出师傅任何的事情，那这么好的一个徒弟不得救他吗？那魏若来呢？这一集大概会发生什么？那救完之后不就得去疗个伤啊？这个什么地方？我们看到沈静珍已经开始在想办法营救魏若来了。第一次这样边看边聊天，对，我们可以根据剧情，我们可以回来聊这个东西。比如说当时拍摄，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事儿可以直接讲。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李沁很逗。怎么逗呢？他有喜感的，我跟一博总在现场会怼他的，因为他有的时候他的行为语言很有趣儿啊。我们需要进一步确认射杀。我现在要再次提醒一下进入直播间的网友们，可以多多的互动，有什么关于剧情点的需要问我们2位主演的，可以多多提问哈。然后互动前10名的呢，可以获得爱奇艺月卡。好的，我们现在首先呢，请2位简单的聊一聊各自的角色好吗？我先说一下魏若来吧，就是我自己在看剧的时候，我是对他那个出场特别有印象，就是他去央行去面试的时候，他有露出自己的一个破洞的袜子，然后还拼命的擦皮鞋，那个小细节特别生动啊，感觉这个人的灵气很快就出来了。请问这个细节是怎么设计的呢？是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首先魏若来这个人物在上海的生活就非常的艰苦，然后他想要去面试央行，又是自己喜欢想要向往的一个地方，肯定是希望能够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外人。那他没有别的写字，他只能尽量让自己显得很干净。那大家都满意了。果然是艺术是源于生活哈，感觉这个生活化的小细节加入，就显得这个人物很鲜活。那我还想问一下王洋老师，因为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看您穿西装的嘛，然后就是好多网友都表示您需要把西装焊在身上。在这个剧里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西装的造型哈，有很多这种儒雅的，有酷帅的，就是这些西装对于剧情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作用呢？细节呢？首先要用这些西装的不同的样式穿上之后，给这个角色一定的一个身份的定位。对，因为他毕竟是中央银行的财政的高级顾问嘛，他不可以穿得太随意，他要有他的气场。对，所以我觉得西装就像是沈图南的战袍一样。还有就是说，要把西装焊在我身上呢，得有一个前提。一博不要同时跟我出现在一个画面里面穿西装，否则的话就会相形见绌。没有，2位是穿西装各有各的风格哈。然后一博的是好不容易才有一件好的西装，马上就给打破了。那是的。那就是其实我觉得哈，戏服的话，对于演员来说也是细节的一部分。我还想问的就是，这部戏里面有一个很细节，就爷叔这个角色嘛。爷叔这个角色其实出现的比较少，
但是呢，好像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这两位对爷叔这个人物有没有什么所谓剧透或者理解的东西吗？爷叔就是在七宝街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低调，但是又会给我一些很好的一个指导的一个人，然后他也不会提自己的过往，因为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很好的一个长辈吧。哦，王阳老师呢？好像他是沈图南认识的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关系。这个我们在剧情里边没有特意做过多的展现，其实留的这个神秘的空间，就是为了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想象，让观众知道，其实高手在民间啊。有些人活得很超脱之后，其实名利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有可能真正厉害的人就在你的身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吧。就是深藏功与名。对，感觉爷叔就是这里面的一个扫地僧，是那种灵魂导师的感觉。对他对若来的所有一些在精神层面的一些引导，其实即便戏份没有那么多，但却远远大于沈图南。而且爷叔的很多话都很有哲理哈。其实他算是追风者里面的那种先生中的先生。那其实沈图南也是魏若来的老师嘛，也算是灵魂导师那种。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魏若来来说，沈图南是怎样的一个老师呢？这个可能先请魏若来回答一下，您心中的沈图南是什么样子？开始我觉得对魏若来来说，图南像是偶像一样，然后是自己向往的一个地方。但我觉得慢慢接触之后，亦师亦友吧，然后又像亲人一样，也像是遇到了自己的伯乐。那也很期待你们后续的一个师生的一个发展。那么对于沈图南来说，又怎么看待魏若来呢？对于沈图南来说，魏若来一定让他觉得其实可以感受到年轻时候的自己他怀揣梦想，对未来有期许，对于家国有他的情谊。那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图南年轻时候身上所具备的一些特质。更重要的是，若来他的能力非常强，智商、记忆力、逻辑分析、判断，其实这些都可以帮到沈图南，来让自己的事业或者说自己的一些对于经济上的政策可以更好的往下去延展。这个徒弟其实是他的左膀右臂。所以是从理智和情感上来说，就是魏若来对沈图南来说都非常重要。是。那我其实也看到一个片段嘛，就是当时魏若来被打得奄奄一息，然后呢，他对沈图南说：“你们不要对沈图南对沈先生使坏啊！如果说就算你们对沈先生使坏的话，就算我豁出这条命，我也会跟你们同归于尽。”我很想知道，就是沈先生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那一刻其实抛出师徒之间的这层关系，更多的实际上是两个男人的惺惺相惜，是彼此的一些认同跟肯定当一个男人或者君子肯为你做这么大的牺牲，承载这么多的痛苦，其实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对，那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魏若来在狱中就已经教狱友们炒股了，这个画面真的很经典。一博拍的戏吃了很多苦的对，这一段真的很好玩啊！这一段，一博老师这一段就拍这一段狱中戏的时候，有发生什么事情吗？什么故事？就那些狱友们还都挺有趣的大家一起聊天，然后就是排戏啊。对。当时我看到说什么他对那个沈静珍说嘛，就是说我很一出来之后就说我好心疼这个衣服和皮鞋啊，为什么会首先会想到说会心疼这个衣服和皮鞋呢？这枚子弹的口径，我觉得可能分两方面吧。首先是沈先生送给魏若来的衣服，我觉得是对魏若来说是非常珍惜的一件衣服。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
是那天在案发现场。他来上海这么多年，没有人他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然后又是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人送他的衣服，所以我觉得会。威廉先生和邓先生都那王阳老师怎么理解呢？就是这个为什么他会首先说那个很心疼衣服和鞋这一段？哪一段？就是他对沈金生说，我首先最很心疼的是我的衣服和鞋这一段，就很有意思。看我找到了什么？其实对于若兰来说是一个市井中的一个小人物，对于他能营造的一身体面，对于他这个阶层或者他这个年龄或者他的收入水平，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刚刚有这么一身衣服，然后而且还是师傅带着他去买的。当然了，这个60大洋不是沈图南付的，但依旧是他是60大洋了。他那时候工资刚15块钱，涨到50。对啊，这一身衣服除了对于沈图南对于在价值方面给予魏若来的肯定之外，更多的是他若来更像是跳出了七宝街的某一个圈层可以很体面的面对自己的工作，少了一些自卑感。那刚刚穿上这么一身衣服就被林乔松给弄成这样，所以他的那种反讽实际上有更多的力量而不简简单单的就是魏若来心疼这套衣服。那我们评论区的朋友们哈，有没有说就是如果说心疼魏若来的可以扣1，心疼这个衣服的可以扣2？交叉对比，肯定都是2吧，是吧？那不可能吧？那两位老师有没有就是互相就是觉得对方在这个剧中的那个造型有没有比较印象深的那一套啊？就是说互相对对方的西装造型有什么样的评价？我反正看一博穿的第一套那个麻布那个衣服穿了很久啊，好像穿了10集，对吧？对，10集。我说虽然你一直没换衣服，但是这身衣服被你穿出了非常高级的质感，非常像大牌的时装啊。现在因为有些衣服在追求这种有机棉的这种感觉嘛，或者是麻质的，所以他一博穿出了那种随性那种 chill 的感觉，很厉害 ，chic。那一博老师来说一说王阳老师的那个服饰。我没什么特点，就是西装嘛。那个面试的那场戏，在那个沈东南省公馆，然后在我面试，然后看着王阳老师坐在那个自己的办公桌上，然后有大油头，有一种教父的感觉。然后灯光又很黑暗。那一身西服很帅。是王阳老师的这个整个造型就很像那种教父的那种形象。哎呦，人家都是教父，千万我这太汗颜了，这是没法比这个。一博，你不许再叫我老师，你叫我杨哥好不好？杨哥。现在想起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网友啊，就对这个剧情会有一些辣评。比如说呢，有网友说，魏若来进入央行是一个令人心动的 offer。想问一下两位老师，魏若来这个工作是令人心动的 offer 吗？但是您要保证。魏若来老师，对魏若来说当然是了。一个工作，然后又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当然是一个非常心动的 offer。也轮不到你。他会想到之后这么危险吗？预测未来的话，那沈图南老师呢？觉得魏若来的这个岗位是很令人心动的 offer 吗？我觉得，如果对于一个能力不济的人来说，这个 offer 其实是没有任何用途的，只会让自己变得更惨。你会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很多。但是对于你是强手中的强手，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offer， 一个位置。你可以通过这个位置，可以见识很多，可以长进很快，可以更快的让自己的价值得到体现。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 offer。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能担得起。那沈图南觉得魏若来身上的一些优点呢，是他哪些优点符合这个 offer 的需求？首先是要认同魏若来这个人的品性，就是他的德行是什么样子。
我从沈图南的立场来看，视角来看，魏若来一定是一个品性非常纯良、很纯粹、很善良的人。还有就是魏若来应该是一个在某些方面会非常非常执拗跟专注的人，他对自己有要求，他不是那种轻易放水的人，他认同的事儿他就会一条路走到黑。这个实际上跟沈图南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沈图南为了铁血手腕，为了政策，他可以做这样的事儿。而若来一博的扮演的若来，同样在很多方面也具备这种特质，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是确实，我觉得魏若来这一点就演得特别的淋漓尽致。哎，我看到弹幕里面有网友问说，那个皮鞋后来给阿文了吗？若来后来那个皮鞋又给阿文吗？好像皮鞋跑起来会更累吧？哦，也是，阿文穿皮鞋就跑不了了。那其实呢，你看魏若来他不惧危险去保护央行的财产啊，然后沈图南就去搭救他，那一段大家也看的也是很心揪起来，觉得魏若来都变成了潦草小狗，看现在就很像潦草小狗。然后这个应该是工伤吧，沈图南老师？那一定是工伤，他是为了保护央行的财产而且不是每个个体个人都可以为了公共的利益舍弃自己的生命。所以沈图南那场在拿了手帕给若来脸颊把血擦掉之后，不说了他吗？人家数到3要开枪了，你还不放手，对吧？你命都丢了，你怎么保护财产？但虽然他是这样说，可是实际上心里边真的很心疼，也很看重这个年轻这一辈的他对于很多东西的这种专注。不容易，很不容易。那这场戏应该拍的还比较难吧？就魏若来老师，这场戏应该拍的比较时间上啊，或者是当时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因为看得大家很心疼。时间上或者是说，就是这场戏怎么拍的？有没有花絮什么的？就是在一个夜晚拍的。当时有没有一些就是导演会反复要求什么一个画面之类的？可能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动作戏嘛，有一些动作是需要演员和演员之间配合的，因为我们并不是真的武打演员，所以可能会和演员之间的配合上会有一些时间上的模糊。对别的文戏的话，其实大家都很专业。我看到有弹幕里面有说电击那场戏啊是一条过的，那场戏怎么样？就是那场戏回忆一下当时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我不记得一条过了。然后什么场景？就在监狱里啊，然后一个冬天，然后把我吊在那里，我们想象的是，然后对，因为我们并不会真的被电击过嘛，也只能去查一些真正的资料去进行播报。好奇有做一些准备哈。谁帮你摆脱的杀人罪？反正那场戏就是看得让人很揪心，而且就感觉很真实，所以现在很真实。就是聊到那场戏，我就想插个话，我跟一博的第一场对手戏，就是那场他被吊起来，被打得很惨，被林乔松虐待之后的那场戏。那天就像一博说，那是一个很冷的晚上，上海我们刚开机1月底，下的冻雨非常冷。我印象中，我进了现场那天，起码我估计0度左右吧。一博就穿的衣衫褴褛，然后浑身涂着血，被吊在那儿。我映入我眼帘的时候，那种视觉的冲击力很强。这是其一。然后呢，我想那么冷的天，一博应该怎么会会对自己好一些。可是从拍那场戏一直到那场戏拍完，一博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现场，没有。就是拍完一博正面，拍到我正面的时候，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一博，我是俯视他的，他的位置脸的位置比我低，一博就穿着那个衣服就蹲在那儿给我搭视线，给我搭词。我说一博不用，我说你穿上衣服可以休息，或者你站在旁边给我搭词。一博说不，说这个我这样是应该的。
从那一刻开始，我对一博的印象就极其的深刻，我会很感动，因为那天真的很冷，他为了我搭戏的这种真实的感受没离开，一直到拍完那场戏，一直到我跟一博之后的每一场对手戏，一直到我杀青，一博杀青，我每一场戏的只要跟一博是有对手戏的时候，一博永远是给我搭戏，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所以真的好样的一博。就对，其实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因为刚入行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好的演员，就是彭大伟老师，他告诉我一定要这么做，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感情就是不可能凭空而来嘛，你不可能，我觉得人不可能对着空气去演一种感情，我觉得这是太难的事情。所以做演员，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比较难的职业，很辛苦的职业。所以我觉得我既然做演员，就要去做好，大家都是做演员，就是不能说你自己演好了，然后就不要去管对手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演员应该做的。那我不离开现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有一个火炉嘛，我觉得在那里烤还挺好的，身上真的很黏，就是涂那个血浆，所以行动其实很方便，你待在那个火炉旁边很舒服的。天哪所以真的是我觉得看这部戏的时候就能够非常强烈的感知到就王一博老师这种信念感很强烈。刚刚我们也看到就是跟林乔松的这个对手戏啊，就刚刚是林乔松跟魏若来一段张力很强的对手戏。其实林乔松跟魏若来在网上也非常的很多梗，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是猫和老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剪辑，那个画面就很像，就Tom and Jerry。对，我没有看剪辑，但我看了那个就是审讯那场戏啊，对，我不知道是他不仅是审讯，他之前就是比如说我先自首了，然后我又先打电话报警了，我让你一点错处都找不着，就那种追逃的戏非常像猫和老鼠。两位怎么评价这个猫和老鼠呢？就网友的这个梗。沈图南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特别形象啊！一博很高挑，个子很高，比例也好。当然了，我觉得说的是 Jerry 是种包养啊。Jerry 多聪明的小老鼠啊，对不对？永远是这个 Tom 要甘拜下风的。那确实林乔松在这部戏里边，基本好像在智商这一块从来没有赢过魏若来，一直是被牵着走，一直抓不到把柄。他即便有这种抓到若来可以刑讯他的这种机会，也只是所谓的气势上赢了一点点，但是智商和大的这个格局上面他永远是败的啊。所以这个笨汤姆就是笨汤姆。所以魏若来是 Tom， 然后那魏若来呢？您觉得自己是 Tom 还是 Jerry？ 魏若来是 Jerry 是小老鼠，Tom 猫笨。那魏若来呢？您自己怎么评价这个猫和老鼠？您自己觉得自己是 Jerry 还是 Tom？ 反正把我写成了 Jerry。比较机灵的那一个。确实会更机灵、更聪明，就是很多事情会想得比较周全。对于林乔松来说，那林乔松之后还会抓人吗？就是会为难你们司徒娘吗？他为图了一部戏，为难了一部戏。对。那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要一直期待下去他这个笨汤姆一定没有好下场，但是他有一颗傻傻的执着的心。其实天阳这部戏这个角色他演得也特别好，天阳是个特别帅的男演员，但是这部戏他宁可给自己扮丑，抹得黑黑的，造得挺糙的，包括牙有的时候做一些特效，也很敬业。所以现在的年轻一代的演员，天阳比我小一点，一博比我小很多，他们都让我刮目相看。是，我觉得这两真的是包括三位的角色都塑造的非常好。那我看到很多弹幕里面有人叫魏若来是金融奶鳄，怎么看这个金融奶鳄还有最强大脑？怎么看这个称号？看不懂。为什么呢？就是不想看懂。
哦，就可能说您还是在金融界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成长期，之后会成长成一条大鳄。不知道哎。好。那你看现在沈竞争已经出场了哈，现在沈竞争已经把我们的魏若来接回去了。沈竞争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哈。魏若来有没有想过找沈竞争去还钱啊？就之前不是借了你2个银元吗？我觉得没想过，他可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其实那一刻还挺危险的，我赶紧不要去接触了，就最好别见到。对，所以给他就给他了，不管了。对。那王阳老师，您有在追剧吗？就是现在有知道沈竞争已经开始偷家了吗？他一定是一个不安分，他就是女版的 Jerry， 天天就是小耗子啊。这个我只有昨天看了央8的2集，之前没什么时间跟机会啊。但是剧情到哪一步，其实每天还是会有看一些了解一些啊。那你已经知道那个沈竞争是偷家的小妹妹了，给大家画个重点了。沈图男已经知道妹妹在干什么了。好。那个就是比如说，网友们觉得魏若来是七宝街的团宠嘛，然后魏若来对七宝街的这些朋友们会怎么看呢？是。他跟那个房东阿姨啊，还跟阿文他们后来关系会怎么样？他们后来的关系会怎么样？现在的关系怎么样？现在关系很好了。七宝街还有一些没有什么日常我们是没看到的吗？就是比如说，今天多做点都补上。七宝街有馄饨摊啊，然后还有卖就是打铁的，然后就其实挺热闹，很有生活气。每个人在那里，我觉得都还挺开心的，然后每个人都挺好。那拍摄期间还有什么小趣事吗？就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小朋友就多听少说，好吗？竞争以后少揪自己头。你看这个鱼儿这场戏，鱼儿这个也很可爱啊，有没有什么小趣事？这种拍摄的场景，吃饭的这个场景啊之类的。以后要吸取教训，谨言慎行，不要重蹈覆辙。比如小姑父这场戏，有没有什么有什么有趣事啊，或者难忘的事情？干杯！干杯！干杯！还有我呢，一起来干杯！哎，这里很好玩，这里。这就俨然一家人了，这里已经。我们吃饭的戏拍了有没有1周？一博，对不对？我们每天就在互相看着笑，连着拍了好多天吃饭的戏啊，挺有趣的。就这场戏拍了1周是吗？不是这场戏，我们有好多吃饭的戏。都在一块。那就一直在吃饭。一直在吃，我们说又要吃，明天还要吃，就很有趣儿。那么那种动作戏呢，有没有有意思的时候？动作戏，比如说追逐啊，或者是那种。后面有一场很大的爆破，其实当时还挺吓人的。吓人吗？是觉得声音很大，非常大。哇！然后先生是后来赶到的，但是我是当时就在那个十字路口。然后很响，咣，那个汽油弹应该是，咣一声。那我们就得期待一下后面的剧情，肯定是个大的热点。那么就是比如说，那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跟姚晓峰导演啊？姚晓峰导演幕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合作的时候有什么？姚晓峰导演有什么要求之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气质的导演？可能是有点吧。我觉得导演很有能量，很活泼，非常有激情在现场，然后会一直调动大家，然后摆出很多的机会，对，然后也会抒发奇想，在现场上跟听我哥瞎说，他的话能信吗？一些就是剧本之外的事情，就少喝一点。对，一博应该也是第一次跟姚晓峰导演合作吧？是的。姚晓峰导演他有什么样一些工作方式什么的？比如说围读剧本呐，或者是有什么要求？
在进组之前确实有围读剧本，然后拍摄的时候就是照我的剧本内容，然后大家也会一点走戏，演着突然也会想出一些别的灵感。徐师傅再多给你做几身，我买单。那他是一个那种对你来说是一种鼓励型的导演呢，还是一种严格要求型的导演呢？这是我应该的，都有吧。先生都为我四处奔走了，我已经很惭愧。那王瑶老师跟姚晓峰导演的合作呢，怎么样？这次觉得？我也奔走。像一博说的，的确，导演是一个有能量的导演，他是不怒自威的，他不是一个在现场经常要发脾气来让自己显得更有声望、更有威力的导演。他给演员足够的空间，但是他也会对某一个角色或者每一个角色有他自己的认知跟理解，他会跟演员去探讨一些对于表演上的定位和方向。还有就是导演对于画面的美学要求非常高，他是懂摄像、懂光、懂很多东西的人，所以演员跟他合作，其实把自己交给他是可以很放心的。他就像是一个舵手，可以领着这一船人朝着一个很正确的方向去一起前进。是看得出这个画面，导演对这个画面的要求应该是很高的。因为这个画面是有那种电影质感的感觉。对，我们的摄影指导周文操也是非常棒的摄影指导所以他们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从专业的层面是强强联手。而且感觉就是魏若来老师的文戏啊，也设计得非常的好，各种台词什么都特别好。那两位老师能不能回忆一下，就进组之后的第一场戏和最后一场戏是什么呢？第一场戏就是刚才我说一博受刑之后，我去问他，我说你到底这个谁是不是你杀的？就那场戏是我们第一场。一博杀青跟我的最后一场戏是大结局的，我们两个头一场戏也非常非常精彩我觉得这两场戏还有一定的寓意。站在火车上，然后两个人。我不能剧透太多，但是一头一尾其实更像是一个轮回。对，对，这两场戏的一头一尾位置真的很好的。尤其杀青那场戏更像是剧中人物关系的一个终结，但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有点猜到了这个走向。那一博老师对最后一场戏有什么印象吗？其实最后一场戏其实还挺复杂的，就是我杀青的最后一场戏，但是因为它连贯了很多，它不是，它是一很大的一场戏，但是就前面连了很多，就也是在那边一直拍了很多天吧，很复杂，从头到尾。对。我看到还有网友说就是说像央行如果有个工作群的话，然后两位如果各自在群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担当？就如果是央行是工作群的话，两位比如说有群主啊，有潜水员啊，有什么什么之类的管理员啊，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担当？我肯定潜水了嘛，我肯定不会没事发言的。对，我要看看大家怎么工作吧。潜水大 boss 是管理员，我自己的话是潜水员。魏若来是确实他是那种管家的感觉也很勇于担当。我们看到魏若来已经回到七宝街了。哇，这到这里。一博是属于不论穿什么衣服都能穿出高级感的人，就这么一件随便的大衣，你看看又被你穿出了高级感。是的，我真的觉得他当时在那个就是去举报那个李胜达的时候，那场戏的衣服特别有侘寂风，就是那种粗布的那种线条，特别有侘寂风，很好看。你看房东对他好好呀。周怡。对，周怡对魏若来真的是很好。杨坤老师演的也好。对。你不是呀，你不是不就好了？每次拍七宝街其实花的时间很多，导演要让背景所有的这些群众演员都要跟环境跟这场戏融入的特别好。他要求的很高，这个市井气烟火气要拍得很真实。包括一博，我记得好像就你刚才
说的那场穿袜子早晨起来要去面试那场很荒诞那场戏，好像那戏是不是拍了2天啊？对，拍了2天，那也是我进组的第一场戏。对，进组开机后的第一场戏。对，导演拍的非常细致，细致，就是先拍的楼上，然后再拍到楼下，然后楼下有很多积分，然后刷牙啊什么的，然后做周仪啊，就是2分拍。所以当时那个穿袜子那个细节是导演设计，然后一博自己有没有加什么心思在里面呢？好像是导演设计的吧，好像是。现在马上长租了，你看，刚刚对他好，马上就长租了。潦草小狗啊，这个造型很潦草小狗啊。我们网友说七宝街的氛围很好，希望一直这么下去，会吗？会一直这么下去吗？会吧。又涉及剧透了。那其实我们看看，现在可以看看这个哈，这一段也是，这一段也是个长镜头。这个戏有很多长镜头。很多。我发现这戏就是感觉很多那种长镜头，然后很多那种交响乐的那种长镜头转场。就到沈图兰老师了。公馆。你说我又有妹妹疼，然后在这么好的环境，一对比七宝街若来的房间，真的是但是你妹妹在偷家呀，你现在还不知道呀。小 Jerry。他们有一些军工类的。一博老师有人想问您对七宝街和邻居们有什么感触？就非常温馨，大家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不是兵工厂，这些资料都是兵工厂这边哦。那么王阳老师有没有说追剧的话，有没有画出一些重点呢？比如说你觉得哪些情节一定得看那种？最重要的就是竞争对手。我没有给自己预设很多哪个场景会是高光，我要去刻意去追。其实这个戏，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区分的哪场就是好看的，哪场可以忽略不计。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它更像是个曲线像个抛物线，有高有低。那你有弧光的话，你有高光，那你一定是需要前期很多戏的一些铺垫。如果只是单纯的关注一场戏，那其实所有这场戏的高光所蕴含的力量和光彩，你其实感受不到那么强烈，你要连贯着看才行。所以我也希望说观众也好，还是喜欢这部戏的人也好，尽量不要倍速的去看这个戏，而是真的你能沉浸其中，跟着剧情，跟着演员的表演，大家共同的呼吸共同的气息来看这部戏，可能你感受到的力量会更强，您得到的共情感更多。确实这部戏里面很多，比如魏若来有很多那种长镜头，如果快进了的话，他就感受不到魏若来的那种呼吸感啊。其实还是不能够倍速的去看剧。那王一博老师有在追剧吗？希望吧。我也是在片段式的看。有没有一些重点？比如说给大家提示哪些魏若来的情节是重点，不能错过之类的。其实在魏若来这条线上，他每一集都还挺重的，因为他一直在成长，一直在遇到不同的事情。所以也像杨哥刚才说的，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慢速的、认真的、沉浸的去看这个。这是七宝街的这一段长镜头，就很生活。不好看啊！刚才对，有鸡那种，还有那种什么烙饼啊、炊饼啊，然后有铸铁打这个弄锅，有人间烟火的感觉。对，就是受伤之后，准备重新拿起精神去上班了。其实感觉像魏若来的眼神啊，从这一集开始就变得更加坚定了。之前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迷茫的感觉。就魏若来有这样的感觉吗？因为刚进入央行嘛，但其实他也有很多的未知。我觉得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跟先生之间有过一些事情之后，我觉得他觉得好像自己慢慢会更加融入到了。
而且其实慢慢已经知道自己的使命了，感觉。哇，现在回到了央行，很不一样啊！这一场很不一样，你看这个迈着这种自信的步伐就很不一样了，和第一次进来是很不一样的。这段演的还挺不错的感觉。哎，我们看到黄秘书了。刚才我们不是说央行工作群吗？那么黄秘书是什么角色呢？一博觉得丛云，觉得宋帅应该是什么样的担当？先生。哦。好，黄秘书说：“那我走。”邓处长你都在了，你明明知道魏若来不是共党。好，这马上要给魏若来给平反了。脱罪是为了你，为了央行。这次我让他走，同样是为了你，为了央行。我知道你是好意。哇，现在开始现在沈图南就开始已经非常的维护魏若来了，已经彻底认可他了，已经。我喜欢沈图南这场戏一会儿说的最后那句话，你可以看，马上就到。来，我们来屏息看一下。稍微把有些事情往我身上扯那么一点，他就没事了，不用受这么多苦啊，邓处长。哇，这带着哭腔哎，这句。你能让我扔下他不管吗？你冷静冷静，不需要冷静。人可以趋利避害，但不能忘恩负义，但不能见利忘义。见利忘义，这是图南，哇，这句台词真的，其实都不容易，这个师傅也不容易，而且我感觉就是两个人的理念是特别合的，就是从他们最开始的对话，感觉他们两个理念特别合。魏若来也是一个家国情怀，然后特别那种热血情怀。这场戏导演特别重视，就是这个拜师这场戏，他拍的非常细致，很多镜头啊。我这个我很期待的一场戏来了，这个继续待在先生的身边，只会给他带来更多麻烦。是马上就要拜师了是吗？马上，我们屏息来看一下拜师这场戏。他没必要知道。如果你还有一丝尊严的话，就请你马上离开。其实黄秘书对他也是很忠心的，很好的。是，1秒钟都不够待。魏若来，哇，对峙了。先生。哇，这个镜头真的，哇，这段好感，这段真的好，这段你们两个的节奏真的好好啊。导演很用心在拍，大家也演得很沉浸，而且一博和王阳老师的眼神是真的非常的有信念感，就是感觉能够洞穿的那种感觉。若来，想拜我为师吗？哇！丛云，我觉得我们弹幕就评论，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都开始沸腾起来了哈，就是大家听到这句真的。所以说我呢，我为什么不行？生我者父母。哇，这句。师父，审时在上，受若来3拜。啊，终于拜师了。哎，两位这次在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成片吗？对，成片剪出来的第一次看。哇，有没有什么感受啊？就是看到这个片段有没有什么感受？我还是有点眼圈是红的，会被带入啊。其实这一刻不是在演员在看戏，是跳脱出演员，我们更像在看剧情里面的沈图南跟魏若来两个人经历这么多之后啊，成为师徒的感觉啊，还是不容易的。是因为我看到两个人的那个脚步很坚定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眼圈泛红了。魏若来看到这个戏的时候，什么感觉呢？就看到这个场面，应该这也是一博第一次看到这个成片吧？对，怎么说呢？因为我有时候不是特别喜欢看剧，但如果
说看完之后觉得别人很好，还是会觉得开心的。我想请在场的各位，这场戏拍的时候就是这样拍的吗？还是拍了几条这场戏？因为他就是我的关门弟子，因为机位特别多，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正导演很认真的去拍这场戏，以后包括拍大家的反应，谁也不许再提然后让他离开角银行的事儿。度很多细节，包括茶杯和笔都在，都记得有多。从今往后，你我就是师徒，你的一言一行，我有教诲和监督的义务。哇，这场应该是拍过很多遍吧？应该是抠过很多遍的那种。切勿懒惰，没有那个哦，是一条，不是说一条过，但是机位多，可是每个机位不会超过2条啊。哇，这很不容易啊！这么长的一段戏很不容易。因为这部戏一博把他所有的台词，其实在拍戏之前全部消化掉了。一博，我经常问他，我说你有的大段的台词，我说你可以倒背如流，其实不是在调侃，是真的一博把那个台词已经熟悉到那个程度，因为你只有熟悉到那个程度，你才能让自己的表演变得更自然啊，因为台词不再是你的负担了。那我说你这么多台词都什么时候背？他说有时候卸妆的时候背，有时候洗澡的时候背，有空就背啊，他非常用心。对，是刚才看到一博的那个表情还有他的眼神啊，其实都是他不说话，眼神里面也会有那种戏的感觉，就真的是那种非常入戏。那段是真的很让人感动。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把这段戏截下来，可以反复的收看，拉片收看，还挺好。其实，在我的理解里边，跟一博相处了4个月吧，将近啊，差不多得有个110天左右。我是1月20几号进组的，一博我们5月5号左右差不多结束。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一博跟若来有极为统一的一点，就是非常的专注，还有坚定。一博平时虽然他也是慢热，他也会开玩笑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大多数时候一博都是在思考，都是在观察。还有就是从他的眼神里面经常传递出来，让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词，非常的坚定。他的眼神跟魏若来有极其大的重叠的部分，就是很坚定。我从一博的眼睛里面总能读出坚定，这个对于一个年轻人，无论他做什么职业，你眼神中可以读出这种讯息的话，他一定会有他的成绩。是的，就看刚才那段戏的话，我是真的很能切身的强烈的感受到，就是一博是一个极其有内劲儿的演员，我觉得内劲儿要大于你会外放，因为内劲儿是最珍贵的。对于演员来说，有内劲儿，你的内核才会强大，你才能够抓人。否则，如果只是靠外在的一些技巧啊、手段呢，其实没有那个力量。一博有，他的内劲儿很强。那一博老师当时跟王阳老师对戏有什么感受呢？因为我觉得杨哥气场很大，因为第一次跟杨哥拍就是在拍那个行神的那个戏，那是我跟杨哥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杨哥扮上，然后他让西装走进来的气场，就会让我感觉真的像一个师傅一样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杨哥之前有做过什么准备，但是就是在进入片场的时候，就会让我有这种感受，让我就会直接相信这个角色，对杨哥所扮演的。那刚才你说，我做的最大的准备就是，我跟一博第一天、第二天呢，我发觉一博是一个有距离感的人，因为他害羞他也偏慢热。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是这种人，我肯定比一博要活泼，但是我是一个爱人，我不是一个艺人。那我做的最大的我是爱人，我做的最大的努力，其实就是每天跟一博见面的时候，我多往前迈一步，我让自己先开始一个话题，我会跟一博主动交流很多东西，哪怕这个不是我习惯的和人接触的方式，这个不是在示好，是我们要演师徒，我必须要用自己的一个主动来打破这种藩篱，让彼此有更多的默契让彼此熟悉一点。
然后发觉过了1周10天之后，这个方法奏效了，就是一博在我面前会显得放松了，也自在了。对，就是之后的戏大家就会更相信对方啊。这个是我有所准备的啊。对，因为我记得之后我们就拍了那个医院里的戏，然后生病，然后我就发现杨哥真的是很去主动做，当然我也很舒服，我也很不过我有时候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开剧，什么时候谈判？然后到拍央行的时候，我们央行几人组每天就有很多乐趣，包括宋帅，对吧？师傅，宋帅把这个角色演的那种憨憨的感觉，那种忠心演的特别好。然后他在现场有的时候他的一些想法设计，其实在我跟一博看会不会有一点点过，可是最终的呈现，还真是把这个人物演得很生动，挺好的啊，挺厉害的。那一博现在看这个刚才拜师的那场哈，然后有没有回想起来魏若来那个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就是当时听到沈图南说自己是关门弟子，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能够回忆起来吗？改革方案早就通过了，你们汇丰的关税我觉得会很复杂吧，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就刚身体好了，然后来上班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前面又是大家对他的那种反应，然后突然有沈图南他的师傅为他站出来，然后说收，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通过复杂之后，然后又拿到笔，然后去拜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非常的激动。合账造册的时间，如果是因为您的原因造成了交接的推迟，很难去表达的一种。银行就会被我纳入我可以在他脸上看到很欣喜，然后又非常复杂的那种感觉。那么沈图南当时又是什么样的心境去收徒的呢？还记得吗，王阳老师？但是影响了贵行的业务，外方会有顾虑吧？其实你让演员去分析那个当下我到底想了什么，我也很难用只言片语组织的特别好，言简意赅的去说给大家听。我只是说那个时刻我知道这场戏的重要性，我也把剧本的脉络捋得很清。这两个男人一大一小，就是这个一个是偏前辈，一个偏后辈，两个男人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他这个规定情境到那儿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也没想太多，我更多的就是我看着一博的眼睛，我看着他怎么演，我觉得大家要在一个频段上去呼吸去感受，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想什么镜头你从哪儿拍，你哪个机位给了我应该怎么照顾镜头。我们演员能负责的就是在那一刻尽量让自己专注纯粹，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拿出来，而不是技巧。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有天赋的演员，但是我有的是一个诚意。我跟一博也聊过，说可能你用真诚来演任何角色，哪怕我们的技巧达不到，但是真诚的东西一定是会被人感受到所以刚才你问我的那个当下，我就是看着对手怎么演，我看一博怎么演，他给了我什么我就怎么去回复就好。那我当时看到弹幕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有人问说一博老师觉得自己跟魏若来有几分相像，就是这样，他身上的什么品质是你比较喜欢的？不会让他们跟共产党达成任何的协议。执着坚定，这也是刚才杨哥说的吧？是的，对于我自己的话，我如果喜欢做一个事情，认真的，我就魏若来也是这样。没有问题。感觉魏若来和一博都是那种内核非常强大的人。哇，这里是应该已经开始到了下一步的那种战斗了。一博是一个内核很强大，情绪价值极为稳定的年轻人。我不是在这儿说我品评他是年轻人，不是说因为我倚老卖老，没有，因为我确实比他大太多了，但是有的时候我都做不到他情绪那么稳定。我不知道是什么锻造了他的这种情绪稳定，可是这种情绪稳定，这种情绪价值的这种
我觉得一个这么年轻的男演员很难做到，但是一博做到了，所以这点是我挺高看一博啊，因为我做不到啊，有的时候我也会急躁，我也会焦虑，我也会有的时候失控，可是我这几个月跟一博的相处，一博从来没有一次是这样。嫌疑不是已经洗清了吗？他一直在一个可控的情绪区间，在表达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对这个角色和工作的理解啊，他很棒。那一博您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一点怎么做到的？不要负责任，你们只是协助，不要宣传多助。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感觉您是特别专注于自己当下的工作，然后就心无旁骛的那种，集中在一个事情上，你不去想其他的东西。我确实可能会比较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也是最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我情绪波动确实比较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我觉得任何事情，急也好，怒也好，就是你去表达情绪都不会影响到解决任何事，所以我觉得这些情绪可以有，但是不过不要太激烈。因为人嘛都会有各种情感，但是你可以，我觉得是可以很好的去控制。我感觉这感觉也是跟魏若来最像的一点，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很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然后非常意志坚定的人。这点也是，而且感觉就是魏若来从感觉回到央行像贵妃回宫的感觉，就像那个熹妃回宫的感觉哈，就是他回去之后肯定会有一大番事情，对吧？肯定之后会搅动风云。会，一定会。没事吧？这个戏呢，就是一直都会有事，然后就会一直很好看。大不了受处分嘛。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乌纱帽。这场戏，你看跟那个林乔松他们这种对峙的这种戏份也挺多的。然后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场，就是这种大家文戏台词很多的对峙的一场戏？我们的气场永远是压住他们的，没办法，正义永远要打败邪恶的。杰瑞永远是领着 Tom 跑的。好，现在到这边李沁这边了。学齐老师。学齐老师的戏也挺好的。那哪是好，用好字能形容。出神入化。这场16集吧，这是应该是。哇，16集已经放完了，我是真的舍不得追评。我要不是为了今天陪看，我真的舍不得追评，太好看了，真的。3条线又很烧脑，我感觉每条线都有分析的那种很强的那种可能性哈，就像那种魏若来的成长线，然后师徒线、金融线，还有那一条革命线啊，真的每条线特别好。后面的情节会更迭代，所以大家继续往后看。不太会失望，往后看就好。那两位老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安利一下我们这个后面的情节，吸引大家去追剧呢？一博先说。反正看就对了。看就对了。来，大家网友看就对了。看就对了。看就对了 ，Plus。看就对了 ，Plus 我们师徒2位都已经对大家发出了霸总宣言，大家一定要看。好，其实我看看，那我们看我们的那个弹幕里面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呀？我们现在给大家最后一点时间，弹幕里面有没有想问的呀？这首歌也挺好听。对，这首 OST 也挺好听的。有人说那个魏若来是经历太多，所以就波澜不惊。感觉以后会越来越波澜不惊哈。那谁知道呢？你说我吗？还是魏若来？魏若来。好。还有人说又要祝沈图南和魏若来师徒俩能够并立于雪山之巅。不对，往后看就知道了，会不会？OK， 好的，那我们看看李胜达后来还会出现吗？
哇，比较李胜达这种叛徒就应该对，但是到底怎么对往后看。好 ，OK， 好的，好的，那我们现在离我们直播结束也很近了哈。我们直播结束很近了，那我们现在大家这到了大家最期待的环节了。这一个我们的追风者到底能不能热度破万呢？然后如果破万的话，两位老师打算立什么样的 flag？ 立什么 flag？ 还要立 flag？ 希望他破万。对，我们如果为热度破万的话，能不能立一个 flag？ 我想听一博先立什么 flag， 我再见机行事吧。破了再说吧，但我相信肯定可以破的。好，王洋老师呢？我也相信肯定破的。如果一博到时候立什么 flag， 我要能配合的话，我一定尽力配合啊。虽然我老胳膊老腿的啊。好的，那我们直播就今天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老师跟我们一起陪看了那么久。好，我们接下来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追风者，接下来的剧情很精彩，大家不要错过。谢谢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 Top 10的互动可以得到一张那个21的月卡，那系统会自动发放。好的，我们再次谢谢王一博老师和王洋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再见，一博保重，咱们再见。OK， 好，拜拜。OK， 拜拜。OK， 拜拜。拜拜。谢谢，拜拜。大家继续关注啊，先下了，